从中国首都北京出发，向北500公里，就可以来到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冰与火的力量，在这里造就了举世罕见的地质奇观。无数生灵在这里建立了生死依恋的家园。在这个拥有山岭、草原、湖泊和沙地的广阔世界中，干旱与湿润，丰饶与贫瘠，严酷与温和，考验着所有在这里繁衍的生命。这就是克什克腾，一个在不稳定的环境中，生命如何得以延续的故事。5月中旬，华子鱼的洄游已经结束，曾经喧嚣的达里湖北河口重归宁静。在达里湖的东南方向上，有一片一马平川的湿地沼泽，大型社禽一般选择这里作为繁殖地。白振鹤大红和妻子今年早早地来了。幸亏来得早，大红很快就找到了一处好地方。为了保证繁殖期间食物来源的充足，大红至少需要占据一片2平方公里以上的领地。他高兴得太早了。在这片20多平方公里的湿地中，每年有10几对白振鹤要在这里繁殖。另一对白振鹤似乎也盯上了这里。迁徙过程中，它们是紧密协作的同伴。到达目的地后，却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争夺领地的本质是为了争夺食物，更是为了赢得繁殖后代的机遇。大红与妻子联手作战，将后来者驱赶出了围栏。在这个春天，无论是本地的原住民，还是来自南方的候鸟，都要在克什克腾营造自己繁衍后代的家园。这个过程充满艰辛和风险，也伴随着巨大的喜悦。母鹤低下了身躯，接受了大红的爱意。
在阳光的照射下，阿斯哈图什林露出了他令人震撼的身形。山上的春天依然姗姗来迟，不惧寒冷的兴安杜鹃最先绽放。只有抢在森林长出茂盛的枝叶之前开花，它们才能获得充足的阳光。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克什克腾，不仅有花好月圆的故事，还有为爱情展开的决斗和杀戮。一个黑色的身影闯入了林间空地，这是一只正在寻找对手的雄性黑琴鸡。进入发情期后，黑琴鸡头顶的皮囊因为充血变得一片通红。激荡的雄性激素让这只雄鸡兴奋异常，只有一番血腥的厮杀可以让它得到释放。初春时节，大兴安岭处处回荡着黑琴鸡的咕噜声。循着声音的方向，他终于找到了一片浴血的沙场。刚一露面，就遭遇了迎头痛击。每只雄鸡都在以性命相搏，不要小看它们的爪子和嘴，这些用于近战肉搏的利器，足以置对方于死地。这只持刀的雄鸡看来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很快，它尾羽上的一根翎毛就被折断了。我们权且把这个运气不好的家伙命名为断翅。断翅被驱逐到比武场的边缘，他终于领教到了比武的残酷。按照黑琴鸡家族的繁殖规则，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和母鸡交配。断翅一上阵便遭遇重创，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机会得到母鸡的垂青，留下自己的后代。黑琴鸡的战场外面就是辽阔的草原。前些天，我们曾经在这一带发现了珍稀鸟类大宝。那次短暂的邂逅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期待。在草原上苦苦寻找了几天之后，我们再次与大宝相遇。为了避免惊扰，摄影师在1000米之外架起了机器，通过长焦镜头的拍摄，我们试图揭开大宝族群的生存秘密。大宝是捕捉昆虫的高手，此时它们只能以枯草和草籽充饥。大宝拥有一副好肠胃，凭借着宽广的食性，这个古老的物种得以繁衍至今。不过，大宝的传奇今天也许将要走到终点，全世界的大宝只剩下几千只了。在一群雄宝之外，老白孤零零地站着，显得有些另类。在这群雄宝中，它是个头最大的一只。在这个新的繁殖季节，它将成为雄宝们挑战的目标。雄宝之间开始互相追逐，这是求偶争斗即将发生的前奏。老白对于即将展开的激战似乎充满信心，他能保住王者的地位吗？
也有一些鸟儿采取和平的方式繁殖后代。在达里湖岸边不远的一片沙洲上，几百对银鸥安营扎寨，小小的沙洲变成了热闹的银鸥岛。为了拍摄到银鸥孵化的镜头，摄制组划着皮划艇进入湖心岛，在这里埋设下微型镜头。沙洲上相隔几米远就有一处巢穴，雄鸟衔来干枯的水草，铺设了柔软舒适的巢穴，雌鸟开始了孵化。与白枕鹤们宽裕阔绰的领地相比，银鸥的家园显得过于拥挤。无处安家的银鸥在水泡子里发现了一座凸起的小岛。谁也想不到，银鸥在这弹丸之地也能搭起巢穴。地方再小，也是一个家，一个能够迎接幼鸟诞生的安乐窝。在牺牲了群居生活的同时，它也拥有了一片巨大的水面。黎明时分，黑琴鸡的捉对厮杀又开始了。春天已至，寒意犹存。在这个充满变化与竞争的舞台上，鸟类的打斗渐渐进入高潮。天亮后，三三两两的母鸡前来观战助威，比武场上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被逐出场外的断翅从失忆中恢复过来，母鸡的出现让它变得更加兴奋。断翅探下身子，小步疾行，绕着母鸡一圈又一圈地旋转。母鸡的闪躲似乎让它明白了，征服异性的芳心，靠的不是鲜红的顶带和洁白的尾羽，而是要在与同性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斗鸡场外面的草原上，雄性大宝的比武也拉开了帷幕。经过一番争斗，场上只剩下3个选手。老白与2个年轻的挑战者进行最后的决战。他们似乎是在进行一场歌唱比赛，高度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长时间保持炫耀姿态，极度消耗体力，以致大宝体力不支，开始退让。场上只有2个对手了，老白依然保持高度的优势。为了捍卫王者地位，老白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斗鸡场上，段翅转身再次投入战场。这种近乎无赖的举动，已经不是进攻，而是发泄了。那些久经沙场的雄鸡很聪明地让开了，他们知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才刚刚开始。雌鸡的态度由抗拒变成了矜持，属于断翅的幸福一刻终于到来。
大宝的终极决战终于上演，老白与对手把打斗变成了一段天衣无缝的双人舞。手段用尽，只有武力可以了断。胜负已见分晓，败者只剩下虚张声势。老白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他翻着双翅，用白色的尾羽将全身完全包裹了起来。在这片依然枯黄的草原上，这是最早开放的花朵。他用炫耀的姿态告诉人们，大宝这个濒于灭亡的物种仍然顽强地生存着。无论失败者是否心悦诚服，在胜利者的面前只能卑躬屈膝。雄性大宝争霸赛结束之后，一直分开的雌雄大宝群开始合群了。雌宝的毛色与雄宝非常接近，但体型只是雄性大宝的一半。不知是否是出于这个原因，一只雄性大宝最多能够拥有7、8个妻子，当然前提条件是在雄性争霸战中取得胜利。眼前的这群大宝加起来可能有27、8只，这也许是中国北方能够见到的最大的一群大宝了。湿地里，白枕和大红占据了一片开阔的领地，这有点令人眼馋。不时有袭扰者闯入，让大红夫妻不得安宁。好在他们凭借庞大的身躯和有力的翅膀，足以捍卫自己的家园。大红选择了一处地方卧下，挑剔的母鹤用细长的鸟喙敲击地面，试探这块地方是否干燥坚实。如果土地过于潮湿，对于鸟蛋的孵化极为不利。看来这处巢址没有得到母鹤的认可，大红还需要从头再来。短暂的集群之后，大宝种群分成了单独的家庭。老白成功地占有了7只雌宝，他继续翻弄着羽毛，不单单是为了保持对妻子们的吸引力，更是为了警告别的雄性，尤其是那些沦为光棍的家伙，不要轻举妄动。与其他鸟类不同，拥有7个妻子的老白，不仅要维持好家庭的秩序，还要为每一个妻妾都找到合适的孵化地点，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大红的选址工作取得了突破，新巢址得到了母鹤的认可。大红兴奋地翩翩起舞。
白枕鹤是天生的舞蹈家。这是大红献给爱人的表演，也是白枕鹤献给这片草原的最美的礼物。早春，克什克腾的土地还处于冻结状态。牧草返青之前，牧民家庭最重要的事情是迎接新生的牛羊。从2月份开始，小羊羔就陆续诞生了。偶尔会发生母羊拒绝哺乳的现象，细心的女主人会像哺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这些小家伙们。到了4月下旬，牧民家里最后一批小牛犊也诞生了。在温暖的棚圈里，在母亲的爱抚下，它终于站了起来。马群游荡在山地的边缘地带，新成员的加入扩大了马群的队伍。小马无法得到小羊、小牛那样的恩宠。更加不幸的是，倘若新生的小马存在天生缺陷，即使是有母亲的看护，也无济于事。在刚刚过去的冬天，母亲缺乏足够的营养。小马一生下来就很瘦弱，它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站起来，只有站起来，它才能吃到母乳，才能跟着马群离开这里。没有主人的看护与帮助，除了静静的等待，母亲也没有别的办法。小马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马群在一边久久不愿离去，希望能等到小马站起来的那一刻。2天过去了，小马最终还是没能站起来。在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把自己还给了草原。在享受野外生活的自由时，马群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残酷的一幕重复了自然界的基本法则：弱者将被淘汰，唯有强者才能生存。阳光的力量继续增强，万物复苏的速度加快了。克什克腾1年中最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牧草的嫩芽以不可阻挡的力量顶破土层，展露大地。枯黄的草原不经意间被染成了绿色。经过半年多的煎熬和等待，牲畜们终于吃到了第一口青草。整整1个冬天，它们损失了将近1半的体重，而青草将使它们强壮如初。牧民的夏季营盘一般建在河流两岸或其他水源充足的地方。短暂而舒适的夏季生活即将开始。如今，牧民们早就不再骑马放牧，而是脚踏摩托车驱赶羊群。这些羊也都是国外品种和本地羊的杂交后代。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但是依靠草原发展畜牧的生计依然没有改变。巴特尔一家在冬季营盘住了半年之久，又到了要向夏季营盘转场的时候了。他们家有3个蒙古包，1天不能全部搬完，
按照家里的老规矩，老大和老二先搬。在巴特尔家的夏季营盘，老二恩和开始搭建蒙古包。蒙古包的框架是用晒干的杉木编成的，高度可以随意调节，安装也非常方便。蒙古包的顶部是木质的天窗，天窗内部有很多预留的插孔，把边杆一根根插进去，然后用绳子把它与框架系在一起就可以了。老妈妈德玛常年腰腿疼，但是家里只要有活还是闲不住。去年嫁过来的二媳妇已经成了她的得力帮手。德玛一共养大了4个儿子，最先结婚的老大生的还是儿子。德玛悄悄跟二媳妇说了好几回，自己做梦也想要抱个孙女。可这事就像夏天草原上的天气一样，谁又能说得准呢？榆树嫩叶的生长战胜了骆驼的扫荡，沙地被染成了绿色。已经游荡了大半年的骆驼群，终于可以告别此地。现在正是绒毛脱落的时节，它们的样貌并不雅观。不过今年的新草会让它们换上一身新的皮毛。居住在沙地中的牧民打点好行囊，高高兴兴地上路了。告别了冬季营盘，迎接他们的是鲜花盛开的草原。在这片干旱的温带大草原上，薄薄的土层无法生长农作物，只能养育生命力顽强的青草。牧民们驱赶着牛羊，像候鸟一样在草原上迁徙。这就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策略。为了给牲畜提供最佳的生活环境，他们选择了最为简单的居住方式。蒙古包搭好了，德玛开始用泥巴修砌灶台，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离蒙古包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处微波荡漾的水泡子。这些季节性的水泡子是草原上宝贵的水源地。走了一路的牲畜，终于可以痛饮一番。此后的3个月，将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牧民的转场，标志着克什克腾草原夏天的到来。从大兴安岭上的高山草甸，到山脚下的辽阔草原，处处繁花似锦。克什克腾位于东北、华北和内蒙古高原的结合部上。得益于此，不同区域的地理景观和物种汇聚于一处，呈现了中国北方难得一见的色彩斑斓的景象。多样的地理环境意味着更多的生命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园。每年春天，主人都会从新生小羊羔的耳朵上剪下一角，然后编成一串。今天是巴特尔家最后转场的日子，老四恩和吉日嘎拉要用它来完成一个特殊的仪式。羊羔耳朵被拌上奶食，撒在自家门口，让蚂蚁们来分享。
这是为了回报大地母亲的赐予，也是为了祝愿家里的牲畜像蚂蚁一样繁盛。东西很快就收拾完了。老四是个摔跤手，他没有忘记带上伴随自己征战四方的坎肩。牧民的家财并不富有，所有物件搬起就走。被服细软塞在面包车里，房子也就是蒙古包装在3轮车上。时代的进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通方式，也使游牧传统遭遇严峻挑战。过去牧民可能在1000里之内进行倒场，如今草原上的人口和牲畜越来越多，牧场也被承包给了各家各户。巴特尔家就只能在自家的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之间来回转场，二者之间的距离只有30公里。这种被大大缩水的转场究竟能够保留多长的时间？牧民们的心中也没有答案。鸟儿们完成艰苦的筑巢过程后，克什克腾成了一个巨大的鸟类孵化场。达里湖南岸的沼泽地带已经无法进入，只有撑着皮艇才能艰难地靠近鸟类巢穴。为了记录下新生命的诞生过程，我们精心地布置好了各种隐蔽拍摄器材，记录下了这些珍贵镜头。沙洲上的银鸥巢穴显得过于密集，不过大家挤在一起也有好处。天敌来犯时，大伙可以齐心协力，集体自卫。反嘴鹬在巴特尔家旁的水泡子里也安了家，它们的蛋就产在湖心岛上的草丛中。这里如同一处世外桃源，成鸟可以放心地等待幼鸟的诞生。有些鸟类依靠水面保护鸟蛋，而那些降生在草丛中的鸟蛋则面临着更大的风险。白枕鹤大红的妻子今年下了2枚蛋，硕大的鸟蛋时常引起偷猎者的注意。出外觅食时，大红绝不会远离巢穴，一旦觉察到危险，就能迅速赶回。也有鸟儿看起来是如此漫不经心，连个简单的巢穴也不搭，2枚卵就直接产在了光秃秃的地上，周围只有一些稀疏的牧草。如此放心的父母正是梭与鹤，缺乏强健的体魄，但他们也有保护后代的办法。仔细观察，这些蛋如同披着一身迷彩服，隐身在草丛中，很难被发现。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否则梭与鹤家族的生命也不会延续到今天。从5月初开始，
白阴敖堡脚下的沙地云杉林进入了新的生长期。新的枝条迅速萌发，它们把新生的球果顶在上面，争夺着最好的光线。浓密的树冠遮挡着阳光，云杉林下成了一片幽暗的世界。雌黑琴鸡产下了10几枚蛋。雄性黑琴鸡们的比武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产卵孵化的任务只是由雌黑琴鸡独自承担。给最出色的雄鸡抚育最多的后代，就是雌黑琴鸡的使命。即使有云杉林的掩护，雌鸡仍然异常谨慎。每次进出巢穴都要小心翼翼。雌鸡们辛苦的孵化，似乎与雄鸡们毫无关系。林间草地上的雄性黑琴鸡们依然斗志昂扬。从草黄到草绿，鏖战持续了1个多月。断翅利用打斗的短暂间隙，和雌鸡匆匆完成了交配，转身又投入了战斗。比武场上已经不见雌鸡的身影，雄鸡们的打斗不再需要任何理由，打就是打，与风月无关，与天性有关。比武场上一地鸡毛，虎皮地东成群结队地赶来清理战场，对他们来说，鸡毛就是最好的美味佳肴。老白有些不安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无处不在的围栏把草原分割成了各家各户私有的草场，这给寻找繁殖场的老白带来了麻烦。身后是牧民家的围栏，远处是牧民的屋舍，在人群如此稠密的地方，要找到一处合适的巢穴的确不易。更令人担心的是，导致大宝种群灭绝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鸟蛋被人偷走。那些为了满足好奇之心和口腹之欲的人，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的举动将会决定一个物种的命运。在克什克腾这片多样化的土地上，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类之间，时时发生着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变化。于是，何处是家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夏季的生活平静安详。苏木里斯书记的到来，使得蒙古包里不再平静。巴特尔加城堡的冬季牧场，正好位于大兴安岭脚下。前些年，这里发现了高品位的铁矿，如今铁矿要扩大规模，需要租用更多的土地。司书记说，铁矿开出了600万元的租金，就看巴特尔一家人是否愿意。对于孩子们来说，生活在城里更加方便，至少小孩上学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但是在草原上生活了一辈子的巴特尔不愿意搬家，没有了冬季营盘，转场就没有可去的地方。牛羊还好说，可以圈养，可自家的马群该怎么办呢？
在远离牧民围栏的地方，老白发现了一片开阔的草场，长高的牧草正好可以隐蔽身体。卧在草丛中的鸟蛋外表也是青绿色的，几乎难以察觉。通过长焦镜头的跟踪，我们发现几只雌宝分别占据了一片区域。忠于职守的老白正在四处瞭望，守护着这些隐身在草丛中的妻妾们。在等待雏鸟诞生的日子里，克什克腾每天都会上演生存和死亡的故事。梭羽鹤的巢穴在云山林外面的沙地上，白天的阳光足够温暖，梭羽鹤不必一直卧在蛋上。不过定时翻蛋非常必要，均匀受热才能保证孵化顺利。梭羽鹤把觅食的时间压缩到短到不能再短的程度，而且每次也不敢离开太远。喜鹊偷偷摸摸地观察着这里，瞅准时机，它们出动了。这一举动没有逃过草原雕的眼睛，它的目标不是鸟蛋，而是喜鹊。梭羽鹤发现了草原雕的行动，他们赶紧扑了回来。喜鹊两口子落荒而逃，草原雕也去寻找别的猎物了。鸟蛋安然无恙，再坚持几天，小鹤就能出壳了。第一只雏鸟把蛋壳啄破了一个小口，第二只雏鸟的鸣叫声也穿透了蛋壳。只要再有一个晴天，它们就能破壳而出。干旱炎热的日子里，梭羽鹤的孵化频繁受到骚扰。雏鸟发育不良，迟迟不能将蛋壳从里面完全打开。在损失了过多的水分和能量后，第一只雏鸟死在了蛋壳里。梭羽鹤母亲并没有放弃，第二只雏鸟还在，今年它还有希望。几乎在同一时刻，白枕鹤的雏鸟也快出壳了。亮蛋的间隙里，白枕鹤大红和妻子抓紧时间到周边寻找食物。就在此时，小鹤出壳了。面对陌生的世界，小鹤显得茫然无措。草原雕的视力极其敏锐，地面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眼睛。刚出生的小鹤还在蹒跚学步，看来这次它难逃厄运。天空中掠过的影子让大红感到了不祥的征兆，不容迟疑，他迅速起飞。几乎是同时，雌鸟也扑了回来，它们震动着巨大的翅膀，赶走了来犯者。
惊险的一幕终于结束，雌鹤伏下了身子，它再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小宝宝了。刚出生的小鹤得完全依靠父母嘴对嘴的喂养，直到它们能跟着父母在这片湿地里一起觅食。在这个风险重重的繁殖季节，白枕鹤夫妻成功地拥有了下一代。克什克腾也因此成为白枕鹤在中国最西端的繁殖地。如果小鹤能够在这里健康成长，并且和父母一同经历迁徙的考验，明年的春天，我们就还能看到它们异常优美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这里。